以太坊 ETF 灰度的抛压结束了吗？以太坊会在年底前翻倍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昨天以太坊现货 ETF 的数据，我们已经出现了正流入了。虽然说我们到昨天为止呢，灰度一样在不停的抛货，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抛货的数量呢，已经急剧的减少了。我们第一天就抛了接近5亿美金，那么接下来呢，都是每天3亿多美金的抛量。那么我们到29号只剩下2亿多，到昨天只剩下1亿出头而已。我们可以发现呢，灰度抛压的状况呢，已经严重的减轻了。那我们可以来稍微复盘一下当时比特币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是我们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过后市场所做的反应。我们一样是先跌2天，因为当时呢前2天其实一定会是到货量最大的，因为到货到比较后期的时候呢，他们的利润呢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小。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前2天呢，它就跌得很厉害，所以前2天的跌幅呢，其实占据我们整段回调的跌幅其实很大的部分哦。前2天只有下跌前2天就下跌了15%，那我们整段呢也才下跌20%左右而已。那我们可以回看其实以太坊呢当时也是一样，也是先跌2天。那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它大约在上市过后的12天之内呢，我们就找到了底部，然后我们就开始上涨。那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我们当时比特币所发生的状况。其实比特币并不是开始大量的正流入，我们比特币才开始上涨的，并不是。我们当时找到底部的时候呢，其实是灰度开始流入减少的时候。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是当时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的数据。你可以看到呢，当时一开始交易的时候，我们的交易量非常猛烈到现在其实就已经冷冷清清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前2个礼拜呢，基本上它都是流出量非常非常多了。我们就只观察灰度就好。那其实我们到了2个礼拜过后呢，我们当时还并不是正流入很多，流入的状况其实还好并不是我们有大量的流入，我们才开始这个找到底部的。我们找到底部的时候，其实是灰度的抛压减少，我们就找到底部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有显著减少的时候呢，灰度它的抛压大约只剩下1/2到1/3。那当时的日期是1月29左右灰度的抛压呢，其实就开始减小了。那我们来看1月29左右呢，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发现也是很底部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比特币的经验，也就是灰度的抛压减小的时候，其实比特币它就会慢慢找到底部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灰度的抛压已经很显著的降低了确实已经显著降低了。那我们再来观察一下以太坊当前的状况，我认为非常非常有可能，我们这次回调的最低点呢，很有可能就在3001附近。当然呢，我们很有可能呢接下来它还是有一段抛压，毕竟还没有一开始的第一波抛售潮还没有抛完，它很有可能就只是在这个位置去做震荡而已。那我们再把这个级别稍微切小一点点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整段的回调呢，其实就是我们上涨的618位非常的精确上涨的618回调。好，所以我们这一波的起涨点呢，基本上就在2800可以确认了。好，那我们再切到4小时，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这一波的反弹它也是到618。没错，它也是到618，对吧？你可以观察一下下跌反弹的618位。那我们当时是有条趋势线的不过现在已经跌破了。那跌破其实就可以表示我们即将在这个位置这个区间去做震荡。那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加仓等等的，其实我认为只要在这个区间找到不错的入场点位，其实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如果你对这个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500美金的仓位，你可以直接拿去开仓，开比特币、以太坊都可以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你就会跳到这个界面。那你只要完成福利中心的任务注册等等的，你就可以领取空投卡券，然后你可以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主流货币的合约交易。盈利了，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则推文。当我们在看灰度抛压的时候，它绝对的抛售的数字呢，其实还好。我们比较注意的是
抛售的比例有多少？那其实相对于比特币当时的抛压呢，以太坊抛售的速度呢是比较快的。好，我们当前以太坊它已经到了第8天，上市后第8天，它抛售的比例呢，大约就已经是比特币当时在第12、13天所抛售的比例了。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来看一下右边的这一则描述，我们现在以太坊灰度的 ETF， 灰度的以太坊 ETF 抛售的比例呢，和当时比特币在底部的时候，灰度 ETF 所抛售的比例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又可以论证我们刚刚的这种推论，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基本上是很契合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Bitcoin Dominance， 我们可以看到呢 ，K 线就是比特币的价格。那么橘色线呢，就是 Bitcoin Dominance， 它可以显示比特币在加密货币当中市值的占比。那当这个指标往下走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应该多把资金从比特币分配到以太坊，或者是甚至其他的山寨币上面。那我们可以观察，其实我们在比特币过往的历史周期上面呢，是有出现一个规律的。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每当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每当我们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们先把历史新高全部都画出来。这个是我们当时2013年的历史新高，然后这是我们当时2017年的历史新高，然后这是我们在之前2021年的历史新高，2022年的历史新高。我们来看一下每当我们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突破的位置，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呢就开始急剧的下滑，急剧的下滑。那么 Bitcoin Dominance 急剧的下滑，就代表我们应该把资金比例呢，从比特币身上慢慢的分配到以太坊，甚至其他山寨币身上。当然当 Bitcoin Dominance 开始下降的时候，首先走强的山寨币一定是以太坊。当然，我们这边的山寨币是比较广义的山寨币，广义的山寨币就是不是比特币，它就是山寨币。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 Bitcoin Dominance 它开始在疯狂下坠的起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那 Bitcoin Dominance 在下跌的时候，首先起涨的，首先变得强势的，一定是以太坊啊，接下来才会到主流的山寨币啊，然后次流的，那再来就是迷因币，最后才是迷因币。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上一次牛市的时候呢，它也是出现了一模一样的状况。当我们的比特币它明确的突破了前高的时候，然后我们的 Bitcoin Dominance 呢就开始猛烈的下降。那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即将来突破前高了。你可能会说，我们不是已经突破前高了吗？我们前高在69000嘛，那我们最高到了74000，其实我们还在同一个区间，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突破，真正的突破，它会直接拉开这个区间，直接拉出一段距离。那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可以突破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拉出一段距离，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整理时间了，各位朋友们。那我相信我们也会在 Bitcoin Dominance 上面呢，开始看到下跌的起点。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尝试布局以太坊，然后到了中期，我们就可以去布局一些主流的山寨币。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